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欧爸，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身为 SpaceX、Tesla 汽车和 PayPal 的联合创办人，伊隆·马斯克是个拥有远大计划，经常往返于相隔577公里之遥的2间数10亿市值的世界级大公司，又管理着旗下多家公司的企业家，同时也是身兼5个孩子的爸爸。这样一人当多人用的马斯克，他所参与的每个项目竟然都稳定的在进展中，似乎永远都有花不完的时间。年薪9873万美元的苹果执行长提姆·库克，每天在3点45分就会起床。他是个工作狂，起床后不久就会进入工作状态，查看并处理每天都会收到的700至800份电子邮件，绝大部分都会亲自处理，并在5点去健身房。他不仅第一个到公司，而且也是最后才离开的。工作如此繁忙的库克，似乎有着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才能让他完成所有的事情。曾经的世界首富及亚马逊的执行长乔治·贝佐斯，现今担任执行主席，并全心投入太空事业的发展。事业如此成功的贝佐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1天8小时的睡眠，而且是不靠闹钟自己起床、读报纸、喝咖啡，并与太太孩子们悠闲地共进早餐。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在现今社会上取得巨大成就与巨额财富的成功人士，他们除了在事业上的成功外，感觉又很会享受生活，好像都有时间去做完所有的事情。这是因为成功人士都拥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吗？还是他们都有用不完的时间与精力？其实不是这样。世界知名的自我启发大师伯恩·崔西在他的焦点一书中有提到，你的所有行动，或至少有95%，都是由你本人的习惯所决定的。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习惯控制着你的言行和对旁人的反应。而那些成功的人都培养了较好的习惯，所谓的习惯就是不依赖意志力或毅力，而把自己想要持续的事情引导到如每天刷牙般轻松的状态。总之，保持行动自动的持续进行就是习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培养习惯就是人生的捷径。你的每一个习惯都是一部汽车的一个零件，而零件的品质越好，数量越齐全，你的车就跑得越快越安全，就算是在崎岖且坎坷的道路上也能稳稳地行驶。反之，你的零件品质越差或不足，就算是行驶在平坦的道路上也会频繁的故障抛锚。现在不论你已经行驶了多远，只有把这些品质不良的零件换掉，并增加你所欠缺的零件，才有可能安全且顺利地行驶到更美好的未来。富人与成功人士都是有着哪些习惯，才能让他们取得如此不凡的成就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与人之间有着如此大的差距呢？今天我就整理了那些企业家和成功人士普遍会有的4个小习惯。究竟这些小习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如果你对未来还处于迷惘状态，或是不甘于现况，想主宰自己的人生，那就请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看完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1. 坚持每天早起。你曾经有过很早起床，觉得时间突然变多的那种愉悦感吗？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正向积极又充满希望，可是那种愉悦感却无法让你坚持每天早起，所以就只能过着每天匆匆忙忙的上班，只要不迟到就好的生活。但你知道，就是这种习惯决定着你一天匆促且没效率的生活步调吗？在工作日时，只要晚个10分钟，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塞在高速公路上了。然而为了不迟到开快车，除了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问题外，还会因为路上拥挤的车况而产生焦虑感，最后边工作边吃早餐。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就在匆忙的早晨用极差的心情解决了。那么为什么多数的人都无法坚持早起呢？其主要原因是不知道要如何早起及早起要做什么，就这样又按掉闹钟继续赖床了。那么如何早起呢？梅尔罗宾斯的5秒法则一书有提到，当闹钟响起之后，可以在心里开始倒数4、3、2、1，起床，然后就马上起来坐在床上。通常只要有办法跨出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就像火箭在发射前总会倒数一样，1、
一旦倒数完毕，火箭就一定得发射。这个5秒法则是经过100万人实证过的一个高效行动的方法。如果你有着相同的问题，想根治惰性，改变人生，不妨试试这个方法，看有没有用，在留言告诉我。高效的一天从早晨开始，能够高效地利用早晨的时间，足以改造我们整个人生。而富人通常会提早2-3小时起床，早起也就意味着要早睡，要有固定作息。这样除了可以直接提升生活品质外，好的睡眠品质还可以让身体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可以随时应付在生活及工作上的突发状况，让自己有一种重新掌控生活的自信感，对身体健康、人际关系、工作、考试都很有帮助。那么早起可以干什么？1. 冥想。冥想除了可以让身体获得休息外，还可以减弱因为受到惊吓或存在负面情绪时的神经连结，有效减少焦虑，增加大脑皮层厚度，有助于增强认知能力、注意力、执行能力，及能更快速地调整自己的脑波，提升记忆力，甚至还能提高人体免疫系统能力，增加更多大脑中的灰质，减少大脑的退化速度。2. 运动。很多人无法做到规律运动，常常是因为生活繁忙，像是加班、晚上跟同事聚餐、跟朋友看电影，或是工作太累想偷懒等，而牺牲掉的总是自己的运动时间。因为相对其他时间而言，早晨起床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一天当中较能自行掌握、精准运用的时间。如果能养成早起运动的习惯，就能避免开始忙碌的一天后被各种事情占据而挤不出时间运动的情形。此外，比起在其他时间运动，早晨运动除了能提振精神，为一天开启满满活力外，还能让减重效果更加显著。如果是在早上7点前运动，还有助于降低血压，提升睡眠品质，而且能使身体分泌更多的脑内啡，有助于提升身心健康，让我们能更乐观地看待事物。3. 阅读。阅读在其他的时间也可以做，但是在早晨阅读有其不容忽视的效果。俗话说，1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万籁俱寂，特别适合读书这种需要安静环境的活动。早上刚睡醒时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在专注力最高的2小时内读书，不仅能快速记忆书中的内容，取得更好的读书效果，更是构思创意好点子的黄金时段。其次，阅读跟运动一样，在白天和晚上都充斥着让你无法坚持读书的各种因素，导致你没有时间和精力静下来读书，最后牺牲掉的也只有自己的读书时间了。只有早晨的时间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没有工作上的突发状况，也没有朋友的临时邀约，因此在早晨读书是最能够保证你养成每天读书的习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连早晨起床的时间都控制不了，那你还指望能控制人生的什么？所以坚持每天早起是所有富人的习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它能让你在崭新的一天中有好的开始，并且能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把一天中最重要的事及其他2个富人的习惯都做完。你想想，长久下来，坚持每天早起的人跟贪睡赖床的人之间的差距会有多大？2. 坚持每天阅读。从汤姆·柯利的《习惯致富》一书中提到，80%的富人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亚马逊创办人乔治·贝佐斯可说是一位书虫，他曾明确表明，透过阅读让他学习经营管理之道。在亚马逊企业中，曾流传着一份贝佐斯书单，从这也可以看出贝佐斯对于书籍的看重。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每年读50本书，他曾说，阅读仍然是我学习新事物并测试我理解的主要方式，并且还在自己家里盖了一间59平的图书馆，可看出比尔·盖茨对阅读的喜爱。沃伦·巴菲特多年的好伙伴查理·蒙格也很喜欢阅读，他曾说过，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读书之多，我读书之多，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的孩子们都笑话我，他们觉得我是一本长了2条腿的书。如果说世界上最顶级的有钱人都表明是阅读让他们致富的，那么你还不赶快行动吗？那么阅读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成功人士和富人可以靠阅读致富呢？阅读的好处可多了，你应该有听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即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这几句语录吧。因为我们可以透过阅读获得间接经验，对于生活在有限时间与空间里的我们来说，间接经验犹如魔法，让我们悠游于不同世界，经历不同宇宙的一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比如看伟人传记，你看到的不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成功或失败，那是浓缩了一个人生的智慧啊。所以阅读除了可以打破自己的无
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你能验证与获得更多想法外，还可以增加脑中白质，激活大脑功能，有助于增加专注力与平静，更能避免阿兹海默症。性价比这么高的投资，你不要吗？简单来说，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及学习得到的知识都会储存在我们大脑资料库里，以供我们解决在生活上遇到的任何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在某一个关卡卡关了，大脑资料库里的知识不敷使用了，那么该怎么办呢？方法我相信你知道，那就是该更新我们大脑资料库了。手机、电脑及其他电子产品，我们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定期更新了。那为什么不定期更新我们的大脑资料库呢？3. 坚持每天运动。你平常是否有运动的习惯呢？都做些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呢？依据汤姆·克利的统计，有76%的富人每天会坚持至少运动30分钟。有氧运动是指跑步、骑自行车、骑飞轮、游泳等。如果脚部关节比较不好的人，游泳才是最佳选择。有氧运动的好处有燃烧卡路里、提高心肺能力、疏解压力、帮助睡眠及预防骨质疏松等。无氧运动是指重量训练、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深蹲等。无氧运动的好处有燃烧卡路里、提高身体免疫力、降低受伤风险、疏解压力、帮助睡眠、更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降低坏胆固醇和血压、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发作风险、增加肌肉量、预防肌少症等。年纪大或是脚部关节不好的人，建议做无氧运动。无论要做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两种运动各有各的好处，只要我们依照自己的需求及身体状况去做就好。富人坚持每天运动的原因，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外，在增肌减脂的同时，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变好。而当你身材变好时，穿衣服才会好看。有良好的体态是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自尊和信心的。当我们有乐观的心情时，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4. 有效控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钱可以生钱，而滋生的金钱又可再生更多。但谁若把有繁殖能力的母猪杀了，就等于摧毁它成百上千代的子嗣。班杰明·富兰克林在《驰名中外的信》里提到这句话，浅白地描述了时间的重要性。但是当你的思维及收入没有提升到一定程度时，还是会默默地让时间就这样流逝。比如花很多时间在娱乐、社交媒体及无用的社交上，学习时不专心，工作时不专注，时不时就看一下手机。富人最重视的就是时间了。有些著名的企业家及成功人士，他们是以分钟为单位在安排行程的，因为他们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非常珍惜时间，一分一秒都不浪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可以拥有很多金钱，但你无法拥有更多时间。可见时间是如此的珍贵。那我们该如何有效地控制时间呢？如何做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呢？以下我来分享几个方法。1. 待办事项清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大多数人一天24小时都要当48小时甚至72小时来用，人人都想努力成为时间管理大师。而待办事项清单可以让你的一天更有效率，让你除了工作外，还能有更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安排休闲活动和自我成长。这里有一个小建议，你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将隔天重点要做的事情写下来，在你隔天早上起床就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当天要做什么了。这样不仅不用再花时间努力去回想今天应该要先做什么，而且更能充分地利用早晨2小时的黄金时光。当我们借由完成待办事项清单上的每一个任务，并划掉它时，除了会给我们带来自信外，还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完成下一个任务。2. 活用28效应。28效应又称80:20定律、帕列托法则，也叫巴莱特定律、最省力的法则、不平衡原则等。它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及企业管理学等。它的大意是，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就能控制全局。80%的产出来自于20%的投入，80%的收获来自于20%的努力。所以，想要提高生产力及工作效率，你就要去专注那些可以让你成功的20%。在这里，你可以根据28效应去重新梳理你的每日待办事项清单，找出对全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20%，并优先去完成它，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增强信心。3. 学会单任务操作。你身边是否有人能一手包办多件事情，而且看起来总是很忙碌？表面上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能力很好，但你有注意过他的工作效率吗？在现今社会，多任务操作
已经不再适合我们人类了，它只会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增加我们的压力，让我们整天看起来很忙碌，但结果却不如预期，然后打击我们的信心。依据研究结果显示，试图专注于不止一件事会导致效率降低40%。伏案工作的员工每天受干扰而分心的时间长达2.1小时，一周加起来的浪费超过1个工作日。主要在电脑上工作的员工，平均每10.5分钟就被干扰1次。而世界上99%的人做事无法高度专心。你若想成为那特殊的1%，那么单任务操作再搭配排除外界干扰的组合是不错的方法。单任务操作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一样，就是一次只做一件合适的事，也就是用更少的时间与压力去完成更多的事。这也已经被证明是完成待办事项清单最有效的方式。总结：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撇开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不说，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大有人在。人一出生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但造成今天这么大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没错，就是习惯。我再上一步，你知道自律其实很简单吗？这部影片中有整理出微习惯的重要性，而在詹姆斯·克利尔的《原子习惯》一书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用来激励自己。每天都进步1%，1年后你会进步37倍；反之，每天都退步1%，1年后你会弱化到趋近于0。你的一点小改变，一个好习惯，将会产生复利效应，如滚雪球般，为你带来丰硕的人生成果。希望你在培养好习惯及戒除坏习惯的过程中能够顺利。如果遭遇挫折时，可以想想这句话。最后，你每一天的一点坚持，都将会让你往成功的路上前进1小步。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互相勉励。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个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巴，那我们下一期再见。